流年大 boss， 生命灵数流年每年都有大 boss， 不同的 boss 都有特定的技能关卡，想要平安通过挑战，一定要知道 boss 的实力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可以让你胸有成竹的面对哦。频道升级啦！喵喵大师感谢大家的支持，频道现在开放会员功能和超级感谢功能啦，欢迎加入灵数探险团，每月有会员锦囊哦。根据灵数动力系统给你趋吉避凶的提示，请支持喵喵大师给地球玩家灵数人生攻略，让我们一起成长，一起体验一帆风顺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好命的哟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拿回你的人生主导权，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小铃铛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今天来说流年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强烈？在开始之前，先举一个很夸张的例子。都到年底了，还是跨不过去的韩国超短戒严，事情突然发生，又超迅速的结束。之后媒体纷纷讨论，有各种综合报道和推论。先不论真假和正确性，其中有一个说法是，尹锡悦太相信高中同学的判断，才会发动奇袭，失败才变成这个局面。这个说法让喵喵大师忍不住好奇，耳根子这么软，难不成他是流年2吗？有看之前节目流年2关卡的人就会知道，流年2的人面临的年度挑战就是用近距离的人际关系测试你的判断力，像是主动安慰你的人值得信赖，还是会念你又帮你收拾善后的人才可靠。想分辨谁是真心为你，谁又是在利用你，这都不是一眼就能看清楚的事，往往要亲身体验，尝到甜头或苦果，才会知道谁是神队友，谁是猪队友。千万要记得，流年2的时候耳根子不能太软。上网一查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他发动戒严的时候，果真就是流年2，厉害吧？能当总统的人肯定不是普通人，怎么会轻易的相信猪队友，把事情搞这么大呢？总统的影响力这么大，损害范围当然也很惊人。流年2猪队友事件排行，这应该直接破纪录了。流年的关卡，连总统都无法轻易跨过，你就能想象流年的考验到底有多难了吧？说这个的目的不是要吓唬大家，而是希望你能尝试去了解自己的流年。这感觉很像学生要准备考试一样，明明要考数学，你却在准备国文，等拿到考卷看到题目的时候才在崩溃，怎么没人告诉自己要考的是数学不是国文？来不及准备，只能裸考上阵，最后只能感慨自己的运气不好。这就是所谓的流年不利。现在有机会知道这种秘诀，当然不能错过，赶快存起来，才能随时复习。不会算流年的人，按资讯栏连结就有。想让喵喵大师帮你算也没问题，只要你算出来，就能对号入座看节目。欢迎把流年1到9的基本概念、流年1到9的关卡重复看 N 遍，同时回想自己的情境，就可以分辨流年关卡会从哪个面向考验你。毕竟流年关卡最喜欢用突发事件，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突袭所有人，特别是惊吓过度、来不及思考的时候，最容易看得出每个人的本能反应。如果你是新手地球玩家，经验值还不多，不知道流年到底代表什么意思，那就请你把流年想象成一台公车，你正在搭这班车，要搭1整年才会换车，这个感觉就很容易想象了，对吧？搭公车的时候，尤其是容易感觉到司机的个性大概是什么样子的。例如起步时喜欢大力踩油门，瞬间冲出去，还有刹车也是一脚踩到底，全车一起向前趴。只要遇到这样的司机，一定会认为这个司机8成是个急性子，不知道在急什么，完全没在管乘客有没有坐好，站着的乘客会不会东倒西歪。没错，你的看法完全正确，流年就是这样。这个任性的司机就是流年的关主。伤脑筋的是，你要1年后才能下车换车，在到站前，你都会在这台车上被关主的怒路症开车法甩来甩去。如果你没有经验，肯定是头晕脑胀、鼻青脸肿，只能想办法观察，整理出经验法则应付。一感觉到要刹车，就要伸手抓住扶手，免得自己往前冲撞到前面的人，或是来不及防范，自己整个扑街。想要练成流年关卡不倒翁，当然有办法。先算好自己的流年，然后对号入座，把流年关卡1到9的节目多看几遍，
直到你成为经验丰富的乘客，才能不用管关主司机到底怎么开车。不论你是站着、靠着还是坐着，你都能轻松地保持平衡和车子的运动同步。如果这个挑战你已经轻松达成，喵喵大师为你开心，代表你很厉害哟。若是你想要进一步挑战不可能，例如在这疯狂巴士上办公，这就是更困难的技巧了。要怎么做才好？那就要看准时机再行动，需要更高的准度，就会进入流月的范围了。可以参考喵喵大师的每个月运势。每个月底都会有下个月的重要提示，看完节目后，挑出自己生活和工作的重点，重新排序。当你习惯独立思考、做选择、做决定，你才会重新认识自己是个怎样的人。就是要经过流年关卡的冲击测试，你才会发现，本来觉得不错、喜欢的人，遇到情境挑战后，只会把问题丢给你，似乎不值得你继续当做好朋友互动下去，也才会知道，你以为很重要的事，在坚持到遍体鳞伤、孤立无援后，竟然没价值。你才会有胆量说，这根本不重要，因为你才是你人生的主角。这些感想要由你说出来才是真的。说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要让你改变想法，绝不是旁人好言相劝就能做得到的，对吧？以你来说，你认为自己是容易被说服的人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你觉得要遇到怎样的情况才会得出这么潇洒的心得呢？没错，必须遇到强烈的冲击或是压力，体感要震撼到极点，才有可能想得通、看得破。这就是流年和流月的关主联合出击，让地球玩家输得五体投地后才得到的体悟。没错，流年流月都有关主，就像12生肖每年要安太岁的意思一样，关主会有自己的喜好、特质、强项，就像学生时期的段考一样，题目的难度就要看老师。很厉害的老师喜欢出高水准的难题，很佛心的老师就会出容易及格的题目。分析流年流月，这个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。只要加入频道会员的灵数探险团，每个月喵喵大师都会给你一则会员攻略，这是喵喵大师给探险团会员的灵数攻略哦。只要知道自己和对方的灵数，就可以运用，用灵数就能掌握主动权，厉害了吧？还会让你知道本月的关主个性如何，喜欢出怎样的题目，麻烦会出现在哪里，是简单的、难搞的还是失控的。既然是攻略，就会提示你怎么过关，还有找帮手要找几号人才对，让你临时抱佛脚也一定要抱到对的脚。幸好流年流月是会一直更换主题的，在你快要受不了的时候，下个月就换关主了。同样的，让你觉得一切都美好的时刻，下个月换关主8成也要重新来了。既然每个月都要变，为什么要破关呢？因为才会有更新奇、更好玩的东西出现啊！想象一下，9年后要原进度重来，是不是很腻？努力撑一下，跨过去风景就不一样了。你顺利破关就是喵喵大师的快乐呀！喵喵大师希望你拥抱生命灵数的特质，认识自己的生日、灵数、剧本数、主题数、面具数、有数、缺数、流年，让数字的能量成为你享受人生的方法。选择自己会的、能理解的部分来进行，累积有用的努力，成果才看得见。只要方法对了，你的一切就会越来越好。欢迎大家留言，今年的流年是多少呢？感谢加入会员和超级感谢的朋友，请继续支持我们，提供灵数人生攻略、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厉害的哟。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数2.0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，就欢迎订阅、留言、分享和超级感谢哟。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再聊喽。